一定要留意我炒的时候那个手的那个手法。桂花炒酥翅是徐敬业从老菜谱里学到的名菜。要把鸡蛋炒得散如桂花，需要快速挥动锅铲，边炒边压。桂花的，桂花，哇，すごい。接着轮到大介上场。頑張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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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い、頑張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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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敬业炒制的桂花素鱼翅颜色更金黄，香气也更浓郁。速度不够快，那个手法不够快，跟不上那个火候。福冈城市虽然不大，但是餐馆林立，饮食多彩，要想征服福冈人的胃十分不易。客人们陆续入席，一次味觉考教也拉开序幕。这个菜单的味蕾设计呢，就是前段部分是有一个清淡的，中段是一个浓郁的，最后就是一个比较清淡的味道作为一个结尾。徐敬业为这次宴席准备了13道菜，每道都离不开粤菜清鲜爽嫩滑的特点。头盘是2道冷荤。用花雕酒腌制了1夜的醉鲍鱼，以及青瓜皮包裹的虾肉，是道酸甜可口的开胃菜。热荤菊酿大明虾，外脆里嫩，饱满多汁。而麦穗花油是今晚菜式里最讲究刀工的。要在不到2毫米的鱿鱼身上纵横切出深浅一致的花纹。这道菜火候掌控最关键，徐敬业算好菜肴，从出锅到上桌的时长，决定把鱿鱼炒到7成熟。到客人面前时，便是最佳的享用时间。これは美味しいねこれね。技巧がすごい半端ない。主菜咕老肉是经典粤菜，也是徐敬业的拿手菜。他用当季的草莓代替常用的配菜菠萝，并稍稍煎出焦糖味儿，传统手法做出了新味道。すごくジャパニーズ可愛いというか、可愛いというか、とっても素晴らしかった。以铁观音炖老鸡的清汤收敛味觉，鸭席的翡翠拌鱼卷鲜美嫩滑，而双虾炒饭和甜品最终惊艳登场，成为这场味觉盛宴的绝妙尾声。日本厨师大介也露出绝活助兴，以油温控制面团一点点胀大，用最传统的方法制作出一个最传统的粤式点心煎堆。一轮美食盛宴，客人们粉丝般的热情让徐敬业感动不已。而家傳統粵菜已經越嚟越少人做啦，我想更好咁保留佢哋，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感受到傳統粵菜嘅魅力。在西江新会河段独特的生态系统中，留存着先辈的味觉遗产。梁卫东跟村里其他渔民一样，有一套代代相传的特制捞蚬工具，因為這裡盛產黃沙蚬。呢啲蚬尾設計成咁樣，佢先可以畫到蚬啦。30年前已經開始用呢種工具嘅啦，嚇。我呢啲叫做係膠搭，又係叫做水牛，可以定方位，又係可以隨流水啊。堅守古代傳承的工具，
正是当地人保存黄沙咸独特风味的秘诀。清晨5点，梁卫东出發啦。慢水少少呢，佢直線就唔走得喐，就攞唔到蜆。我哋就要控制個速度。前後嗰2張呢，就控制嗰個方向。梁卫东将船横亘江中，控制它缓慢移动。接着，他把蚬耙一个个投入水中。最后，他必须依循古法，迅速开始收蚬耙。不是所有的河蚬都能叫黄沙蚬。西江水在这里游急变缓，大量黄沙冲刷蚬身，加之靠近出海口，江水中富含养分，使这里出产的蚬个大体黄，质量上乘。用这种方法捞蚬，一天多则能捞30-40斤，少则只有几斤。如此费时费力的慢捞，为的是最大限度保持食材的最佳状態。呢啲我哋慢慢地喺個水底搲落去，佢冇受到驚嚇啊嘛，佢沙都唔會恰得到落去。嗰個拖蜆呢，開得馬力大，邊係生都係滾到死咁滯㗎啦。时近中午，潮水大涨，梁伟东今天只收获了10几斤黄沙蚬。作为食材，中等大小的黄沙蚬最为饱满鲜嫩，过小太瘦，过大太老。清洗筛选后，梁伟东把黄沙蚬给岛上开餐厅的梁金华送去。黄沙蚬静静地待在水池中吐沙，几个小时后将变成一道美味。捞黄沙蚬讲究一个慢字，岛民的生活也是如此。这里远离市中心，只能靠渡轮进出，保持着古朴宁静的生活。石板沙居民的先辈，原是漂流在海上的疍家渔民，定居岛上后，仍以捕鱼为生。为方便生计，石板沙人多选择临河而居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渔船停靠在岸边或河冲里。单传统捞蚬船就有40多艘。如今1年等一回的黄沙蚬盛名在外，每年3到5月最佳食蚬季节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。在梁金华的餐厅，最受欢迎的是油盐清蒸黄沙蚬。2分鐘到啦，你如果超過有4分鐘打上啲肉好鞋㗎啦。刚蒸好的黄沙蚬，肉质饱满肥嫩，表面细腻光滑，像剥了白膜的鸡蛋，鲜甜爽口的本味尽情释放。加少许辣椒圈和蒜蓉，则可以给重口味的食客开胃。梁金华最高峰时，一天要烹制超过300盘黄沙蚬。不少食客专程从100公里外趕來，就是為了這口鮮味。冇污染嘅地方先靚㗎，有污染地方有咁靚㗎嘛？對本地人來說，捕蚬才是最高境界。這是更為極致的食蚬之法，在盤裡加上一點清水和油，隨手撒一把黃沙蚬，開足火力，一個個蚬開始跳躍，發出補補的聲音。
10秒左右就会张壳。这时必须眼疾手快，马上夹起，滚烫着放进嘴里咬一口。刚刚膨胀到顶点的鲜肉汁液爆出，又滑又嫩。这种干打火锅的吃法妙趣横生，便是疍家人的留存至今的古风。清晨5点，禅城的早餐店迎来第一批客人。这些老街坊们习惯进门先拿自己存放的酒，然后坐到属于自己的座位。喝早酒配生滚粥，是佛山地区最常见的早餐。老人们倒上一杯米酒，和3、5知己聊天，是一天惬意的开始。佛山米酒发源于手工业兴盛时代，明清时期，数10万陶工在石湾谋生。制陶业工作环境闷热潮湿，而米酒活血祛湿，颇受工人追捧，酿酒行业随之兴旺。始创于1830年的陈太吉酒庄传承至今，第3代传人陈如月首创的玉冰烧米酒，独有的豉香味依然还在原址飘香。玉冰烧的传统酿造技艺，如今已传到第7代。做研发工作11年的梁思雨便是传承人之一。梁思雨让老搭档峰哥带他去看看新配方酒饼的发酵情况。菌丝啲生長得比較白淨啊，比較正常。每一種新酒的調製都要從酒餅開始。個香氣都幾香，都酒餅被釀酒人稱為酒中蠱，直接決定酒的好壞。以大米、黃豆、酒餅葉及中藥材原料等製成。壓製成型的酒餅要馬上上架，蓋上簾子保溫。發酵的頭10個小時是關鍵。這段時間，微生物發生劇烈的變化。酒饼的菌絲已經比較的豐滿，這是生命活動的跡象。5天以後就可以烘乾，打碎跟大米混在一起，加水就可以進行發酵了，然後就變成米酒。經過20天發酵和蒸餾生產出來的齋酒，被注入到一個個500公斤容量的本地陶製酒瓮中。玉冰燒的核心秘密就隱藏在這裡。前一排浸咗啲酒，依家過嚟睇下佢浸成點啦。好啊，你過嚟。嗱，呢度。幾靚喎，睇嚟都。這些浸泡了5年以上的豬肉，從乳白色漸變成金黃色，脂肪結構變得蓬鬆，能吸附米酒中的異味雜質，更產生別具一格的豉香味。第3代傳人陳如月當年將煮熟的肥膘肉投入酒缸，只見脂肪宛如白玉，酒體剔透似冰。在粵語裡，肉與玉同音，於是他給這種酒取名為玉冰燒。一款新酒在量產之前，至少需要1到2年的打磨。梁思雨這次研發的新酒還需陳藏，但2年前做的一批試驗酒已經可以開缸了。啊！呢缸都好耐歷史咯喎，可能估計就快到40年啦。哇！你唔講呢個幾多啊？啲缸啊！好嘢嚟㗎，嗰啲煤菌係有益㗎。這些陶製大酒缸佈滿肉眼難以發覺的細密孔隙，宛如呼吸吐納，經過時間洗禮，賦予酒體更醇厚的味道。冬暖夏涼的環境，有助酒液加快醇化，故有凍中1年，世上3載的說法。計落都有差唔多2年啦都。嚟，幫我開嚟睇睇。在老陶缸裡，
老熟陈化的酒，中和了酒的火气，酒香馥郁。都幾好啊！幾順滑，一先開始嗰陣時都幾辛辣嘅。聞到好香，越嗒越有味。我哋去睇下下一缸。一款好酒是技艺与时间的完美结合。对梁思雨来说，最后一次考评就在餐桌上。传统粤菜香酥肉，用高度玉冰烧和南乳腌制过的五花肉下锅油炸，以丰厚的酒香增加肉的香味儿，同时去除油腻，使香酥肉肥而不腻，外酥里嫩。玉冰烧加入低温慢煮的鸡汤中，使鸡肉更加鲜嫩。冬天来一碗带着淡淡酒香的鸡汤，是一道暖身行血的药膳。羊肉是秋冬滋补佳品，而鲍鱼则带来海鲜味儿，是典型的鱼羊鲜。玉冰烧可以去腥提鲜。慢火煎澳洲带子，加上米酒的助兴，大大提升镬气，激发出浓浓的鲜味儿。哦，酒嚟咯！好。每當推出新酒，梁思雨和同事都會請消費者代表嘗鮮。得唔得？俾多啲意見啊！口幾金純。多謝多謝。唔錯唔錯，啊咩飲？唉，好酒好酒。現今呢個發展得咁快嘅社會嚟講咧，我哋嘅酒都100幾年歷史啦，仲可以受到普羅大眾嘅歡迎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難得嘅。歷經100年風霜，在梁思雨等一代代傳承人的精心守護下，創新中的玉冰燒也不曾失去本真。